我的频道以前说过许多关于选择权的秘密，包括小资金也能赚大钱，或者每月持续领被动收入的特性。但其实这些都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一样需要挑对公司，因为只有挑到真正有前景、会赚钱的公司，投资才能更稳、更有效率。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个重要概念，懂了这个概念以后，我们不用背会计名词，也不用硬看肉肉等的财报，可以透过几个关键数据去判断一间公司到底有没有真正在赚钱。了解完这个概念后，我们也会更清楚为什么有些公司营收看起来很高，但股价却一路走下坡，甚至一蹶不振；而有些公司看起来默默无闻，股价却一路上涨。还有真正重要的，要怎么一步步筛选出真正有赚钱的股票，让我们每个月的被动收入领得更稳、更有感哦。影片开始前，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吧。在一条大街上，有两个卖鸡蛋糕的小贩，一个叫小明，一个叫小美。两个人差不多时间到这里摆摊，刚开始的生意也都差强人意。过了几天，两个人都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于是便开始想方设法的提高业绩。小明想着，整条街就只有我跟你在卖鸡蛋糕，只要我的价格比你低一点，促销优惠比你多一点，再多请一些工读生来宣传，客人肯定会来跟我买的吧。于是小明开始发起促销活动，来哦来哦，试吃不用钱哦，通通买2送1，甚至还请了几个年轻好看的工读生在摊子前发试吃招呼客人。可经过这样的一番操作，小明的摊位果然聚集了许多人潮，与以前门可罗雀的日子完全不同了。小美见此情景，虽然也很羡慕，但她却觉得打促销战不是长久之计，于是她没有选择降价促销，而是开始关注客人吃过之后的心得，并从客人的回馈中反复研究，在有限的成本下调整配方、火候，甚至包装方式，以提升产品的质量，让客人觉得虽然它的价格平价，但吃起来却并不马虎随便。同时，小美也尝试优化出餐备料流程，让成本控制得更好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后，小明的摊位人潮依旧满满，但他却发现虽然营收很高，但最后扣掉原料、人力、行销成本后，留下来的利润也没有成长太多。所以这时小明又想，既然利润不够多，不如我再投资一些钱在旁边设一摊饮料摊好了。饮料不是成本低，利润又高吗？刚好吃完鸡蛋糕，口渴的人就会买了，这样应该能赚更多钱吧。就这样，小明也投资了一些钱在卖饮料。至于小美，经过几个月的产品与流程优化，她也成功降低人事、设备成本，也因为持续优化适合客人的口味与配方，慢慢的也建立起许多的忠实客户，甚至有些客人也会推荐给其他亲友，利润也渐渐增长。过了几年，某天小明忙完一阵子后，发现小美竟然没有出来摆摊了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小美自从累积了一些回头客后，就开始跟工厂洽询一些真空包装、小礼盒等其他的销售方式。而经过一段时间后，现在工厂那边也已经可以量产，利润已经超越摆摊了，所以小美就直接在工厂盯产线了。之后的日子便没有出来摆摊了。以上就是两个人经营同样商品却走出不同结果的故事。从故事可以看到，小明生意虽然热闹，但最后留下来的钱不见得那么多。而小美虽然卖的没那么多，但收入依旧能稳定成长。那他们的差别其实就是一位冲的是营收，而另一位稳的是净利。那这两个名词有什么差别呢？举个例子，有一个人月薪8万，但因为觉得人生应该活在当下，节食行乐，所以每个月都安排出国旅游、买包、买衣服，最后每个月只花到剩下1万元。而另一个人月薪5万，却物欲不高，又很认真学习投资理财，平均每月能存下3万元。所以收入多并不代表真正留下来的钱多。同样的道理，公司也是一样，营收高不代表赚得多，关键是扣掉成本后最后剩下多少钱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概念，一步步来拆解营收、成本与净利的关系，来判断一间公司到底有没有真正在赚钱。首先，营收这个字只代表一件事，进账多少钱，它是公司收到的总收入，还没有扣掉任何成本。就像小明，他打折促销，每天卖出超多鸡蛋糕，看起来营收超高，但这些钱还没扣掉材料、工读生、油钱，所以营收高并不代表公司真的赚很多，顶多只能算生意很热闹，但不代表口袋有钱。以生活中的例子来比喻，营收就像我们的月薪，只代表我们能进账多少，但还不代表能留下多少。第二个是毛利，毛利的意思就是营收扣掉产品成本后，剩下来能用的钱。像故事里的小明与小美，每天都要买鸡蛋、面粉、奶油、瓦斯这些原物料的成本扣掉后，剩下的才是这个商品的毛利。以生活中的比喻，就像我们每
每月拿到薪水后，要先扣掉上班必要的通勤费啊、油费、餐费，或者跟客户、同事培养交情花掉的钱等等。扣掉这些必要花费后，剩下的才是我们可以自由运用的部分。所以当故事里的小明推出促销、打折又送试吃，虽然卖出很多，但整体毛利率却降低了。而毛利低的产品有点像薄利多销的概念，卖得多看起来很忙，但实际却没有太多的利润。接着是营业利益，除了产品成本外，营业成本也是需要控制的一个项目。像小明请很多工读生砸钱来为摊子宣传，这些都属于营业成本。小明虽然生意热闹，但扣掉这些成本后，他的营业利润可说是所剩无几。小美则透过流程优化，让人力更省，效率更好。这样做的好处最直接的就是能留下更多的营业利润。那营业利益高，代表这间公司本业有竞争力，也代表公司的本业真的有在赚钱。用月薪来比喻，营业成本就像扣掉我们的生活开销，例如房租、水电、手机费或者吃饭、逛街、买衣服，这些扣掉之后，口袋里剩下的钱才是真正可以留下来存钱或投资的部分。最后，公司除了本业，有时还会有其他收入与支出，像投资啊、汇差、利息、资产买卖，这些获利或损失，通通叫做业外收支。就像故事里的小明，后来去开了饮料摊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饮料摊是赚钱还赔钱，赚钱就属于业外收入，赔钱就是业外损失。业外收支通常比较不稳定，有时候对企业来说是加分项，但有时候也却是拖油瓶。而其实有些投资人不太喜欢业外收支占比太高的公司，因为可能会有不务正业的疑虑。一样以我们的生活来比喻，如果我在下班时间跑个外送做副业，那些收入跟成本也要算在我们这个人身上。而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，每月剩下能存下来的钱，就是我们的净利。而如果有些人因为下班兼差做副业，而影响到隔天上正值班的精神，这样我们可能就会对这个人或这间公司有一点疑虑，因为会担心他的副业影响到原本的本职工作。所以如果下次我们看到一家公司营收飙高，先别急着觉得它很厉害，因为卖得多不代表赚得多，可以顺着往下看，它的毛利有没有跟上，营业利益有没有提升，最后的净利有没有持续成长。让这3个指标一路走高的公司，能留下来的钱可能才比较能代表公司真正的实力。那了解完怎么看一间公司是否真正赚钱后，有的人可能会想，现在我已经知道怎么判断了，可是这些数据要从哪里看呢？其实有2种做法。第一是从财报网站，例如说 Morningstar 或财报狗等等这些财报整理的网站。另外一种就是直接去公司的官网看。那我一样以台积电举例，来到台积电的官网后，选择投资人专区，里面可以找到各年度、季度的财报。那我先选一个2023年第4季的来看好了，可以从第9页这里找到合并综合损益表的部分，这里会根据我们刚刚介绍的顺序，列出公司这个季度的营收、毛利、营业利益以及最后净利的部分。我们就可以一层一层的去拆解，如果这季度的净利比以前低，问题是出在哪一个部分呢？那如果是某一项支出变高了，公司把钱花在那里，是不是合理可以接受的呢？如果我们这样一层一层去学习，了解自己投资的公司，或许就能更准确的判断它是不是值得继续持有，是不是一间能长期帮自己加薪，能持续让资产越滚越多的好公司。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如何观察一间企业到底是不是有在赚钱。那懂了这个概念以后，无论我们是做长期投资、存股或者波段操作，甚至像我一样用选择权累积被动收入，都可以实际运用。毕竟挑的公司如果本质好，那每次操作的成功率也会更高，风险也会更低。选到这样的公司，就像是一个有实力、有核心技能的人，无论是遇到景气差、通膨、暂时走下坡，他最终都还是可以东山再起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选股像是买一个资产成长的机会，而有些人选股总像在买个希望，希望它会上涨，希望它会带自己财富自由。这当中的差别其实就在于自己是否真的看得懂，真的了解自己投资的企业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。如果你对投资、对选择权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方填表单领取我最近写的电子书。喜欢这样的内容，也别忘了按赞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